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力量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啊，能帮我们克服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障碍。咱们今天就来深入的看一看，为什么说爱里没有惧怕。约翰一书4章18节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你看，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颠覆性的想法，就是说有一种爱，当它足够强大的时候，竟然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恐惧给彻底赶走。但这在咱们的现实生活里真的可能吗？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原则的力量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个特别热爱数学的男孩。他的经历啊，非常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，当一个人内心的热爱足够强烈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。故事的主角当时是个初3学生，那会儿全市要办一场数学竞赛，这个竞争可激烈了。你想想，整个学校8个班，总共就5个名额。可学校呢也没搞什么选拔，直接就内定了人选。这个男孩他特别喜欢数学，成绩也很好，结果名单里就没有他。更让他有点不服气的是，他那个被选上的同桌班长，上次考试成绩还没他高，比他少了1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就这么算了。你知道驱动他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愤怒，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念头：我这么喜欢数学，怎么能没有我呢？于是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就跑去找数学老师，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想去参加比赛的愿望。结果呢，老师的回答很直接，也非常现实。老师说，名额太少了，而且已经都报给年级组长了。这话的意思就是没戏了。对一个学生来说，这基本上就是一堵墙，你没法再往前了。但是啊，这个男孩并没有退缩，他还是坚持说，我也要去，我这次考试比班长考得还好。他的这份坚持啊，让老师也看到了他的决心，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挑战。当然，其实也是一个机会。老师说，你要是真想去，就自己去找年级数学组长吧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真的去了。他找到了权力更大的年级数学组长，再一次很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：我要参加数学竞赛。可得到的答复还是一样的拒绝。组长明确地告诉他，名额就是5个，没得商量。这已经是第2次被拒绝了，而且是更权威的拒绝。面对这几乎是最终的拒绝，他没有去争辩，也没讲什么大道理，他只是非常认真、非常诚恳地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他说，我很喜欢数学，我也想要参加。你听，这句话里没有一点愤怒，只有一份对数学纯粹的热爱和渴望。而恰恰就是这份不带任何杂质的纯粹和真诚，打动了年级组长。组长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那种真正的信心和渴望，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机会。组长说，好吧，到时间你跟着一起去，如果有人临时去不了，你就替补上。这句话对他来说简直就像一道光。咱们在这儿停下来想一想，一个初中生接连去挑战2位老师的权威，去争取一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机会，他难道不害怕吗？他就不怕被拒绝之后多难堪，不怕被同学们在背后议论吗？这些可都是非常真实的社交恐惧啊。但其实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原则，他之所以不害怕，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那份爱已经完完全全的压倒了对被拒绝、被议论的恐惧。这份爱是那么的纯粹和强烈，以至于恐惧根本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。这就是他勇气的真正来源。好了，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呢。这个男孩靠着这份无所畏惧的爱，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微乎其微的机会。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了呢？我们接着来看他是如何完成从失败到凯旋的这个转变的。结果是他不仅真的参加了比赛，而且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全市2等奖。你知道吗？当时学校一共去了6名学生，最后只有2个人获奖，一个是3等奖，另一个就是他，那个本来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替补学生。这次经历让他一生都忘不了，也让他真正领悟到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，后来甚至成了他的人生信念。你看，从规则上说，他本来已经失败了，但最终他却赢得了胜利。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他心中那份无所畏惧的爱。这个故事啊，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，不是所有的爱都能驱除恐惧。
这个男孩对数学的爱是一种纯粹的、不求回报的热爱，这是一种舍己之爱。这种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但是还有另一种自私的爱，比如说出于占有、嫉妒或者虚荣心的爱。这种爱本身就充满了恐惧，怕失去。好了，了解了这个原则和这个故事之后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呢？毕竟我们每个人每天也都将面对各种各样的恐惧，对吧？我们常常会担心很多事儿，怕考试考不好，怕工作业绩下滑，怕身体出问题。我们的心里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怕。而根据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原则，这些恐惧的存在，恰恰说明在这些领域里，我们的爱还不够完全，所以我们才会被恐惧给控制住。面对这些恐惧，主耶稣的教导其实非常直接和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：不要怕。这句话就像是一种充满力量的鼓励，在提醒我们要把信念放在恐惧之上。在启示录21章8节里，这个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。这节经文是在警示我们，从属灵的角度看，胆怯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。这就更加强调了我们去克服恐惧是多么的重要。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当下的生活，更关系到一种永恒的视角。既然恐惧的后果这么严重，而我们又时常被它困扰，那出路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真正活出那种爱里没有惧怕的状态呢？答案又回到了咱们最初的起点，爱。在这个信念体系里，天父的爱被认为是最重的解药。就像圣经故事里这份爱能让软弱的彼得变得刚强一样，它也被认为是除去我们心中一切惧怕的终极力量，是一种能带来彻底改变的力量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探讨的核心信息就是，当天父的爱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，我们就能得胜。当内心被这种纯粹强大的爱所充满时，恐惧就会失去它的位置。这份力量能让我们就像那个热爱数学的男孩一样，在看似失败的局面中，靠着热爱本身，最终转败为胜。